来了来了又来了，吉姆2它又来了。之前就给大家拍过一期联邦式样的红马甲的吉姆2，当时我就说啊，之后肯定还会有傲骨配色和提坦斯的配色，但没想到傲骨的配色来的竟然这么快。不过只是局部的换色的话，戴哥可能也觉得良心不足吧，还安排进了一个空降背包，就是这个价格有点离谱了，竟然要550多，还好我在拼多多领券省了一笔。现在大家买魔玩应该都会到拼多多领券比比价吧，正好最近暑期大促，官方下血本，推出了魔玩专场的补贴活动，我找官方申请了3000个内部专属优先抢名额，0元就有机会抽到2025元的现金补贴，抢到就是赚到，这回不玩套路，抽中就直接提现到你的账户，想咋花就咋花。我也提前帮大家试了下水啊，蹲点抢了几次就直接抢到了，我的这台吉姆2就是用这笔钱拿下的。买模型拼多多可是首选平台，除了对用户的绝对保障外，还有大量的优惠券发放，而且正好下半年要新出很多手办精品，模型都很好看，这下可以缓一缓钱包的压力了，把喜欢的都带回家。内部活动链接我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置顶了，里面还给大家准备了直减的大额优惠券，只要链接还在就是有库存，这波是限定活动，先到先得，抢完可就下线了，别处都没有，大家快冲吧。回到正题啊，那赶紧来开箱看看这一次的内容物。首先除了盾牌省掉了联邦的黄星星的涂装，其他零件和之前的那款联邦式样完全是没有什么任何差别的，包括这几个特效件啊，你看着貌似很多，但你想想定价可是550啊。而手型方面自不必多说，也是一模一样的，两对开掌手，两对握枪手幅度不同，以及一对握光束军刀的手型没了。因此来看到这个本体啊，当然也就和之前的联邦式样没有任何的差别啦。那些非常炸裂的可动设计呢，这里就不过一遍了。关于详细的机设和可动的介绍，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评测内容。那这款的本体和之前最大的不同就是配色了。首先拉近了可以看到啊，整个外甲其实是米色的，并非之前的白色，马甲部分也改成了浅绿色的涂装，这还是挺还原设定的。不过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配色啊。至于为什么这个盾牌上的星星是被涂掉的，大家都知道傲骨虽然和联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但在一定程度上和联邦军属于敌对的实力。提坦斯才算是跟着苗红，加上傲骨又没有钱，也不可能去研发量产新的盾牌，只能是搞到了新装备，简单的涂一涂，拿来继续用吧。这同样的问题当然也发生在这个空降的背包上。剧中贾伯罗基地降下作战时，这个背包几乎是人手一个，不论是傲骨还是提坦斯，当时对这个背包搭载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百事和马拉塞，反而剧中我甚至没有印象啊，傲骨的吉姆2有登场过，还突入了大气层。那这套装备的官方名称应该叫做减速气球背包，英文名 Balut Pack， 是联邦军突入大气层时的制式装备，所以剧中谁都可以装备上，只有卡缪比较特殊啊，可以踩着 SFS。 那该装备也正如其名称所示啊，背包最大的作用是释放隔热的气球，从背后将整个机体包裹住，一来这样能隔绝大气层的摩擦热，二来能起到一定的减速作用。另外可以看到剧中为了在大气层内区分敌我啊，傲骨使用的是白色的气球，提坦斯为橙色。不过该装备最大的缺点是机体如果被包裹后是没有什么运动性的，一旦隔热面被划破就会像这样，所以突入大气层可真是靠勇气和运气啊。另外进入大气层以后，气球便会自动脱离，展开的降落伞实际是为了拉起气球，而机体落地的减速此时就主要依靠各个推进器了。可以看到此时背部的大背包也是脱离状态的，但非常可惜的是啊，玩具这里的大背包并没有给任何的气球收纳展开的造型，虽然这几个盖板区域是可以拿掉的，但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之后还会有追加的配件。反正 MG 的同款背包啊是带了收纳状态的气球展示的。 OK， 那么讲完了原理啊，咱们来看一下背包的搭载。首先把吉姆腿两边外侧盖板给抠下来，接着翻起腿部推进器上方的原装插上去就 OK 了。接着把背包背后的盖板拔掉，然后翻起屁股后方插武器的孔位，让背包的短装在上，长装在下，然后扣到吉姆的背上，然后这个胸前的推进器就直接扣上就好啦。最后把背包两侧的功能管按孔位装上就 OK 了，这根管子的材质是偏硬的，担心折断的风险。那全部安装好后的造型就是这个样子了。由于背部的背包重量太大了，所以这个重心想要自立就基本是不可能的了。背包上本身的细节也并不丰富啊，除了喷口处的红色疑似涂装外，其他地方并没看到任何的涂装。而作为功能性的背包本身也并不帅啊，硬要说的话只能说有点硬核军武风，毕竟整体的配色还是很协调的，
但就多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啊，就要比之前的联邦配色吉姆2贵出200多，不知道各位觉得这个值不值啊？反正我觉得很不值，至少现在看来很不值。毕竟这个背包现在只有吉姆2可以用，我帮各位试了利克迪亚斯、高扎古还有加利波第，反正都是用不了的。那这样不就成了吉姆2的专武了吗？而且装上之后，由于背部和腰部锁死在了一起啊，吉姆2引以为傲的腰部可动就完全归零了。当然了，鸡贼的戴哥还是给这些连接的位点又都做了一个可拆卸的设计，那这个意思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了。可能之后会单独发一个连接件带气球特效的特效包，或者给之后的机体，比如马拉塞和雷姆啥的，单独附属连接件。那其实这样就更恶心了，你还得多买这只吉姆才有背包。其实看腿部推进器这里的设计就更明显了，下方还有一个插桩啊，而且这个插桩是可以向上滑动的，就是为了配合之后的适配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这款带减速气球背包的吉姆2的全部评测内容了。其实我估计大部分的兄弟是不可能会去入手的，这东西真的就是留给一些还原档或者硬核机设玩家的，除非你是真的喜欢傲骨配色的吉姆2，或者是妄想着之后能给百事啥的也装上，当做限定的配件包了。反正我觉得按万代现在的这个尿性啊，就是不会出独立配件包的，然后再把各个配件分散在各台机体中的可能性会非常大。希望我不要一语成谶吧。那本期评测就到这里了，记得点赞关注一键3连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